哎，大家伙儿早喽！3月12号星期四，明天就要飞上海了。今天就出来跑2公里。今天跟大家认真的聊一下这个伤。我昨天去医院了，跟大家分享一下这次这个伤的感受，还有昨天去医院诊断的结果。这伤是怎么回事儿？前段时间一直跟大家说，从去年的8月份开始到现在，断断续续，好好坏坏。就是右边臀部，我提前来给大家看，今天认真跟大家分享一下。这个地方，就大概这一片吧，这一片，我不知道能不能拍清楚。这一片会怎么样呢？就是它也不是疼，也不是痒，它就是不舒服。我找一个铁柱子把摄像机吸上啊。好，你看这小相机一吸还是挺方便的。就是这个地方，第一次发作是悉尼马拉松之前，我跑那个克林顿杨的那个训练，就是8英里加3个1英里，差不多对我来说，我跑了一个13公里和3个1.6，都不是在1.6的阶段，在13公里快结束的阶段这样的。我们边走边说，之后就会有什么状态呢？就觉得就坐骨神经这一条。最早的时候大概就是在这个地方发作，就是它不疼，但是呢就也不影响运动表现，但是会就麻麻的，就有时候就跟硌着麻筋似的，很不严重，很轻微，就是你知道它在它就在，你如果不知道它在它可能就不在那个状态。悉尼马拉松的时候其实挺严重的，那时候我跟大家说我有轻伤，但是好多人都不信，我其实不拿伤开玩笑，我不会拿伤和病开玩笑。有时候我说状态不好的时候有些飘渺，这我承认，但是那也是仅限于现在我的分析是比赛之前我的状态都不好，因为我控制状态控制的比较好，就是我能够做到在比赛前把状态压下来，到比赛的时候再好。但是伤病不一样，真的不一样。我唯一一次带病参赛是前年那个东京半马，不就随便跑1小时30嘛，带一朋友，而且还是现场碰到的。就这种事儿我一般不开玩笑，或者说我一定不开玩笑。那次悉尼马拉松就很严重，那天我跟信哥一起跑的，他就说看你跑到我还没到半程了，我就一直这样，就垂这儿，觉得这儿酸。然后过了30多公里呢，好起来了。而且那个时候其实我也想，你不能跑一个太差的成绩，就来都来了，那时候也没当回事儿。跑完以后那一天就不行，那2天心情巨差，就好多事儿都耽误了。我也没跟大家说，那天我们结束从终点往酒店溜达的时候，我就一直就这样。我再找一地儿吸上给你们看，看这儿吸得上吧？哎，可以。我就一直这样，就是这么着捏，就觉得这儿酸。后来就慢慢就好了，因为悉尼之后那段时间我又感冒了，就休息了差不多好长时间，就跑特少。到墨尔本的时候就没事儿了，后来就一直这样断断续续。然后再严重就是这次是上周一我那个30个1分钟快慢，在起跑之前我就觉得这条腿最近不太对劲儿。那时候正好是大阪全马之后的1周，我猜可能是大阪全马的疲劳影响的，就让肌肉有反应了。现在什么表现呢？就是这样，你看啊，又吸上了。你看，就这样的时候，这条腿往起抬的时候，会跟这条腿不一样。这条腿往起抬的时候，会觉得整个这一条后链有牵拉感，从
从这儿开始，一直到这儿，一直到这个地方。然后对应的影响是什么呢？就我这样跑是什么影响都没有的。我到4分半左右，甚至到4分也没有影响。但是昨天跑到3分22的时候，从第2公里开始，就落地的时候，右腿会有无力感，就是被动的无力感，不是主动的。就是我的意思是，如果我主动的让它控制，它是可以控制的，但是被动的那种无力感，就腿一软，然后同时伴有的是，臀部和小腿的后外侧，刚才说的那个地方，会有异样的感觉，就不是疼，它其实也不是酸和麻，就是异样的感觉，可能偏酸吧。然后我觉得不好，我觉得这样，就说实话，你说能去参赛吗？我觉得可以，我应该也能顶下来。但是这个事儿持续了，从去年8月到现在，持续了5、6个月了。然后最近这1周，我就密集的在和詹明在对话，我就说怎么办？我跟他描述各种，最后的结论就是。臀部的某个地方的肌肉，在去年8月那次受伤之后，就轻微的拉伤之后，有疤痕组织，就它长好以后，然后正好造成这一块，正好可能坐骨神经从这一块过，对坐骨神经有压迫，然后造成我这半年多一直断断续续的会有麻的感觉，但是不影响运动表现。这次应该是就是因为这块神经一直会有抑制，就导致可能肌肉的用力分布不一样了。比方以前你臀部，比方假设你3个肌肉参与运动，然后它各自是怎样分布这个力量的，这都是被动的，你主动你也控制不了。但是因为有这个事儿，就造成其他地方会代偿就造成有新的伤出现，同时这个新的伤又触及到了坐骨神经这一条，就这样了。昨天去医院，然后这边看这种病就不是上来就给你什么都上，就大夫先问诊完之后呢，让你去 X 光，就不是核磁。然后我问他，我说那 X 光看不到肉呀，然后他说要 X 光判断你需不需要核磁， X 光很快，然后辐射剂量很低，很便宜，这样就直接在现场就 X 光，照了腰，照了髋关节，大夫看了片子说，你这个肯定不是腰突的问题，腰的那个腰椎非常好，然后也没有任何的应力性的骨折或者说变化，髋关节有什么问题都没有，说你这个就是臀部深层肌肉有损伤。那我说呢，要不要拍核磁呢？他说你这个拍了以后的唯一的用处就是告诉你具体是哪儿，但是你知道具体是哪儿也没用，因为知道了也治不了，就只能是休息，放松。如果是很严重的那种粘连，去做物理的手段，他说你这又不严重，肯定不严重，因为他后来又手诊，就是搬你的脚背呀，搬你的腿呀，让你看你的肌肉和坐骨神经的情况。他说就是他的所有动作的结论都是阴性，就是所有病在他的动作诊疗中都诊疗不出来，就无论是那个腘绳肌还是梨状肌，所有判断这些问题的动作对我来说都不能触及疼痛，只有在高速奔跑的时候。他说你这个程度也很轻，就给我开了口服药，我查了查，就是活血和扩充血管的，然后并且他特别说明这个药马拉松运动员可以吃，就是不影响你的成绩，然后也不会违规，再加上又给我弄了那个维生素 B12，说是营养神经的，就只能这样了。而且
伤跟病都是来得急的好的快，来得慢的好的慢。就我也不知道这个会不会就是一直就这下去了。昨天有朋友给我发了个文章，讲莫法拉的伤。他是国生机近端的这个指点这个地方肌腱出问题，也是这样，但是他严重的多，就是到了剧痛跑步加速的时候，我没有这个问题。现在我的判断是，要么是梨状肌，要么是国生肌的这个就大转子这儿，这个点的肌腱。要么就是今天早上还有一位观众给我发了2个肌肉的名字，我不会念，对不起。我已经和詹明奈在聊了，我回去看看他跟我说什么。然后得出的一些体会是，医生也好，专业的运动康复也好，还有 AI 也好，基本上对这种你能明确位置，就是你能表述的很清楚的伤，会比较的清晰给你一个答案。而且大家的答案都能互相印证，所以说明判断是对的，只是没有好办法，仅此而已吧。都是红灯啊，绿灯了。所以说到这次比赛我还是一定是要全力以赴的，必须是要全力以赴的。我昨天跑完那个3分21、3分22之后，我又试了是3分28，就紧接着跑的3分28就好很多。所以，周末还是要认真跑的。约了一个在上海的运动康复，但是人家6点下班，我明天的飞机3点半落地，我不知道我赶得及赶不及。赶不及的话就只能比赛结束之后再说了。但是好消息是，不管是 AI 还是医生的判断都是，就我这个伤不会因为这场比赛再严重多少，因为它不是一个急性拉伤，就肌肉其实事实上损伤是非常小的，只不过恰巧到损伤在了一个感觉比较明显的地方。我举了个例子，就好像说，比方说你拿你的有个硬的东西，一直摁着你的某个地方，你说它影响吗？好像也不太影响。但是你知道吗？你知道。然后摁到这个地方，如果比较敏感，你难受吗？难受。就这样，就说不上来的感觉。所以这感觉在这儿看病也挺难的，因为我说不上来的感觉。行吧，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伤病。今天轻松跑，明天轻松跑。周6早晨应该要冲几个70-80米，就这样。我这快要结束了，一会儿回家看看清晨大阪的街道。这边商业开得非常晚。这儿有一家车店，自行车店，有没有爱骑行的小伙伴们？这家是免税店的，这家可高级了啊！这叫这名字，什么车都有。那就这么着，我等红灯。最后还是祝大家呢努力生活，健康平安，不用担心。咱们下回再见。